各位颐养晚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素琴。今天要跟大伙儿说的这件事，直接关系到您家存折里每个月会不会多出一笔钱。我建议您现在动作快一点，把老伴或周围退休的老兄弟、老姐妹都叫过来一起听。不方便的话，就直接点分享键转到家族群里。为什么这么着急？因为咱们很多人辛苦一辈子，到老了有一笔国家规定可以领的补助，却因为压根不知道它的存在，或者觉得自己肯定不够格，就这么一年又一年，白白错过了好几万块钱。这笔钱叫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您一听中低收入4个字，是不是心里就犯嘀咕了？每月有几千块养老金，虽然不多，但应该不算中低收入吧？名下虽然没豪宅，但也有个老房子住着，这还能申请吗？我告诉您，如果您这么想，那可能就跟这笔钱失之交臂了。恰恰是很多像您这样有房子有劳保，但日子过得紧巴巴，养老金刚好够吃饭买药的长辈，才最有机会领到这笔钱。再详细告诉您这笔钱是什么，像咱们频道老朋友张大姐那样的条件到底能不能领，具体能领多少钱之前，我想请您先帮我个小忙。如果您是第一次看颐养晚年，或看了很久还没点关注的朋友，请哪怕为了自己能多了解这些跟钱袋子直接相关的信息，现在就点一下红色的订阅按钮，再顺手点亮小铃铛。像今天这种教您多领一笔钱的好消息，您只有订阅了，才能的一时间收到通知，才不会让本属于您的权益从指头缝里溜走。下面我们进入正题。您可能听说过，政府对于生活特别困难、吃低保的家庭有很多照顾政策，但您可能不知道，在这条线和普通有退休金的老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或者说是一个被忽略的缓冲带。这个缓冲带里的老人，他们的情况是这样的：你说他穷吧，他每个月确实有几千块进账；你说他富吧，这几千块钱在现在的物价面前，除去水电、燃气、电话费，再除去每天买菜的钱，要是再有个高血压、糖尿病需要常年吃药，那这钱就转不开身了。他们往往是社会上最沉默的一群人，不想给子女添负担，自己能省则省，一件衣服穿10年，看病挂号都只敢挂最便宜的。张大姐就是这样的情况。张大姐今年70有2，老伴走得早，一个人住在城南那片老小区里，她每个月有3000出头的退休金。按理说，在咱们这个小城市，一个人过活，省着点也够了。但张大姐有老慢支，一到换季就咳得睡不了觉，还有风湿，阴天下雨膝盖就疼。这些老毛病虽说不至于要命，但药不能停。每个月去一趟医院，开1个月的药，医保报销完之后，自己还得掏个500-600，再加上这物价，前2年去菜市场10块钱能买一大把青菜，现在10块钱只能买2-3颗。张大姐常跟我说，我现在最怕的就是生病，也怕过年，因为过年物价更贵，还要给孙子包红包。像我这样的，有房子有退休金，去社区问补助，人家都说我不符合低保条件，让我回来了，我就只能这么扛着。我相信像这样的情况绝对不是个例，咱们很多订阅颐养晚年的叔叔阿姨可能都面临同样的尴尬，比上严重不足，比下也就是刚刚够活，那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只能硬扛着等物价涨，等身体更差吗？当然不是。今天就要给您指一条路，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这条路恰恰是为像张大姐这样被挡在低保门外，但日子又确实不宽裕的夹心层老人准备的。我们先得把这里头的门道给捋清楚。很多长辈一听到补助津贴，脑子里的一反应就是，那是有钱人才能申请的吗？或者是那得是吃低保的特困户才能申请的吧？这2种想法都不对。实际上，咱们政府对老年人的照顾是分层次的，就像上楼梯一样，有不同的台阶。最高的那个台阶是给特困人员的，也就是完全没有收入、没有子女、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这是政府托底保障的。中间这个台阶就是给低收入家庭或者中低收入家庭的，这个台阶的人不是最惨的，但也是需要拉一把的。最下面那个台阶才是给普通退休老人的各种普惠式福利。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就属于中间那个台阶。它跟低保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门槛没那么高，它不是非得让你穷到揭不开锅才能领，它会综合考虑你的收入、你的房产、你的子女情况等等。很多有自己住房的老人就是在这个项目上被卡住了，觉得自己有房子就肯定不行。其实不是的，有房子不代表你手里有闲钱啊。
房子又不能吃不能喝，对不对？像张大姐住的那个老房子，面积不大，房龄也老，自己住着，这在政府核算的时候，属于基本居住需求，通常是不计入阻拦项的，或者说有特殊的核算方式。那么这笔钱到底有多少呢？这个数字，说实话，不会让您发财，但它能让您在每个月最难熬的那几天，稍微松一口气。根据不同的地区，这笔钱的标准不太一样，有的是每月几百块，有的是按年发放，但您别嫌少，我给您算一笔账。假如张大姐符合条件，每个月能多领300块钱，这300块钱能干吗？对于有钱人来说，可能就是一顿饭钱，但对于张大姐来说，这意味着她这个月可以不用那么算计着吃药，可以放心的去买点排骨炖汤喝，给身体补一补。这意味着在交完水电费之后，她手里还能剩下点活钱，心里不那么慌。一年下来，这就是3600块，够她换一台新的小冰箱，或者给自己添一件像样的羽绒服过冬了。这笔钱是实实在在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救命钱。讲到这里，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核心问题来了，我到底够不够格？这中低收入到底是怎么算的？您别急，我把这里头的硬杠杠一条一条拆开了给您讲，您自己就能当半个专家，先给自己做个初步判断。首先，最重要的一条，也是硬指标，年龄。通常来说，您必须年满65周岁，这是第一道门槛，年纪不到，那确实还没到时候。其次，就是关于您手里的钱，也就是收入。这个收入指的是您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全部钱加起来，包括您的退休金、养老金、子女给的赡养费，以及任何其他固定的收入来源。政府会有一个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也就是低保线，然后他们会画一条中低收入线，这条线通常是低保线的 1.5 倍或者2倍。打个比方说，如果当地的低保标准是每个月1000块，那中低收入标准可能就是1500或者2000块。也就是说，您的月收入要低于这个1500或2000块的线，同时又高于1000块的线，这就把你和吃低保的人区分开来了。张大姐每个月3000块的退休金，是不是就远超这个线了？看起来是，但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细节，也是很多人会忽略的地方，叫做收入核减。什么叫收入核减？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在计算你收入的时候，不是简单的看你账面有多少钱，而是会把你的一些必要支出给扣除掉。比如什么？比如你因为常年生病，每个月看病吃药的费用，像张大姐，她每个月要花500-600的药钱。如果她能提供医院的发票或者医保的结算单，那么政府核算她的收入时，很可能会把这500-600块钱从她的3000块里减去。这一减，他的认定收入就变成了2400多块。如果再把每个月的水电费、房租如果是租房的话考虑进去，可能这个数字还会更低。这么一算，是不是就离那个中低收入线近了一大步？第三，是关于您住的房子，也就是财产。您有自己的房子，完全没问题，这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政府主要看的是您名下有没有除了这套自住房以外的其他商品房、商铺，有没有车，有没有大额的存款或者股票基金。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一般也就一套老房子，有点养老的棺材本存折，这通常都在豁免范围内。像张大姐这样，只有一套老小区的自住房，存折里有个几万块应急钱，这完全构不成有钱人的标准。第四，也是最让长辈们头疼的一条，就是子女的情况。很多长辈搞不懂，我自己没钱，关我孩子什么事？在社福制度里，有一个概念叫家庭总归户，或者子女抚养能力评估。什么意思呢？政府会认为子女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和能力，所以在审核您的资格时，他们也会看您子女的收入和资产情况。如果您的子女开豪车、住豪宅，年收入特别高，那即使您自己穷得叮当响，政府也可能会认定您的子女有能力养您，从而判定您不符合中低收入的标准。反过来，如果您的子女也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自己还背着房贷、车贷，养着一家老小，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那他们在审核时就不会成为您申请补助的绊脚石。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子女确实没有赡养能力，还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明。张大姐的儿子就是普通工厂的工人，儿媳在超市打工，一家3口还挤在出租屋里呢。这种情况就完全不用担心子女连累的问题。好了，说了这么多，我知道大家最想听的是，你能不能带我们走一遍，看看张大姐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申请下来的？
好，那咱们现在就跟着张大姐去实地跑一趟。第一步，去哪儿问？别去错地方，这不归派出所管，也不归街道办事处随便一个窗口管，您得去您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里面一个叫做社会救助窗口或者民政窗口的地方。张大姐的一次去，心里也打鼓，不知道该带啥，但她还是硬着头皮去了，说同志，我想打听一下那个中低收入老人津贴的事儿。这就是第一步，咨询。第二步，准备啥？窗口的工作人员会给张大姐一张清单，让她回去准备材料，通常需要这几样：身份证、户口簿是必须的，然后是你的退休金存折，用来证明你的收入，还有就是一些能证明你支出的材料，比如张大姐常年看病的病历本、药费发票，这些一定要留着。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收入核检的关键证据。如果有租房合同，也带上，把这些东西都复印几份，整理好，再去窗口正式提交申请，填写一张叫申请审批表的表格，这一步叫申请。第三步，等核查。提交了申请之后，不是马上就能批的，政府工作人员会进行2项核查。第一项是信息核对，他们会通过电脑系统去查您和您家人的名下有没有车，有没有房产，有没有公司，存款大概有多少。张大姐等了大概2个星期，心里七上八下的。第二项是入户调查，就是会有工作人员提前给您打电话，说到您家里来坐坐，看看您的实际居住情况，跟您聊聊家常，了解一下您真实的生活状况。这一步您就实话实说，家里啥情况就啥情况，千万别隐瞒，也别造假。第四步，等评估。对于像张大姐这样身体有病的，可能还会有一个老年人能力评估的环节，会有专业的评估人员上门，看看您吃饭、穿衣、上厕所、上下床这些日常活动能不能自理。如果评估出来是失能或半失能，那每个月还能额外多领一份护理补贴，这就更是雪中送炭了。第五步，公示与发放。如果前面都通过了，工作人员会在您居住的社区或者村里，把您的基本情况和你补助金额贴出来，公示几天，让大家看看有没有异议，这就叫公示。如果没人反对，那恭喜您，这事儿就成了。从审批通过的那个月起，这笔钱就会按月打到您的存折里，通常是和养老金发放的时间差不多。整个过程走下来，从申请到拿到钱，法律规定原则上不超过30个工作日。虽然听起来步骤不少，但其实您只需要跑1-2趟窗口，剩下的事情主要是工作人员在后面做核查。听到这里，我相信很多长辈心里可能已经在盘算了，我好像也有点希望，但是在这里必须给您提个醒，甚至说是一个警报，因为接下来的几分钟可能比知道能领多少钱更重要。钱虽然是好钱，但如果您因为忽略了某些规定，或者踩了某些雷区，导致申请被拒，甚至领了几年之后被追回，那才是真正的麻烦。我总结了3种最容易被大家忽视，也是导致申请失败或被取消津贴的高危情况。第一种危险情况叫做人在户不在。很多长辈退休后会去外地给子女带孩子，比如老家是湖南的，去了深圳给儿子带孩子，一去就是好几年，但户口还留在湖南老家。这种情况下，您人长期不在户籍地居住，很多地方在核查实际居住事实时就会遇到麻烦，尤其是这种需要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的补助。如果您家里常年没人，社工走访时邻居都说这房子空了1年多了，那您的居住事实就可能被认定为不符，申请自然就批不下来。所以如果您是长期在异地帮子女，最好去问清楚是不是需要办理什么异地核查手续，或者是不是就干脆在居住地打听一下有没有类似的政策，不要老家和外地两头都落空。第二种危险情况，也是很多长辈最想不通的，就是子女突然变有钱了。我们前面说了，审核时会看子女的赡养能力，虽然您的儿子现在是个普通上班族，但万一他今年时来运转，买彩票中了奖，或者公司上市分了股份，导致他名下的资产一下子暴增，比如突然买了一辆豪车，或者全款买了一套大房子，那么在第2年进行资格复核的时候，政府的系统里就会显示您的儿子资产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完全有能力赡养您。这样一来，您的中低收入资格就可能会被取消。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老人家自己没变，但津贴却突然停发了，很可能就是子女那边的生活发生了大变化。这听起来有点残酷，但确实是现行规定。第3种危险情况是关于财产说不清。
有些长辈出于各种原因，喜欢把一些钱放在子女名下，或者自己手里有大额的现金往来，不走银行账户。但在申请审核时，需要您如实申报财产。如果您申报的存款少得可怜，但银行流水显示经常有大额资金进出，或者您名下的房产交易记录有问题，就可能被系统认定为隐瞒财产。一旦被认定是隐瞒或虚报，轻则取消资格，重则可能被列入失信名单，甚至被要求退回已经领取的款项。所以咱们一定要实事求是，有多少说多少，千万不要为了贪图这点补助，给自己惹来更大的麻烦。听完这3个大雷区，相信大家心里更有数了。申请补助是好事，但清清白白、稳稳当当的拿到手才是真本事。那么这笔钱申请下来之后，是一劳永逸的吗？当然不是，这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过程。政府每年至少会复核一次您的资格。如果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比如您涨了养老金，或者您的病好了，医疗支出减少了，导致您的认定收入提高了，或者您的子女经济条件变好了，这些都可能影响到您下一年的资格。所以咱们自己心里也要有个数，如果家里情况有大的变动，最好主动去窗口问一声，免得以后出现被停发甚至被追缴的被动局面。最后想跟各位长辈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活到这把年纪，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这点津贴说实话改变不了命运，也发不了财，但它就像黑夜里有人给您点了一盏小灯笼，不能把黑夜变白天，却能照亮脚下这一步，让您走得更稳当，心里更踏实。这笔钱是国家和社会对咱们普通老人的一份看见，一份承认，他承认了咱们的难处，也给了咱们一份尊严。有了它，张大姐或许不用再那么精打细算的吃药，或许可以在孙子来时大大方方给他买只炸鸡腿。这份踏实和尊严，有时候比钱本身更重要。在等待消息的日子里，大家一定要保重好身体。您记住，钱再多不如身体好，病再少不如心态好。咱们这个岁数，把自己照顾好了，不拖累子女，就是给家里赚了最大的钱。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个消息对您或身边朋友有帮助，请一定要转发出去，因为还有很多像张大姐一样，可能正为几百块钱发愁的老朋友，他们不知道这个门路还在硬扛着。您的一次转发，可能就帮他们推开了一扇通往更安稳生活的门。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聊聊您有没有类似经历，或者觉得咱们的养老保障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让老人活得更舒心。大家一起聊聊，互相打个气，互通个消息。我是李素琴，在颐养晚年陪您关心大事小情，守护咱们的养老本和晚年福。如果还没点赞，记得点个赞支持一下，也别忘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下一次能帮您省钱领钱的要紧通知。咱们下期见，祝所有长辈朋友身体硬朗，心里敞亮，钱包越来越鼓。